因为熬夜看小说，我穿越到了洪荒世界。在我沉睡期间，盘古欲证大道，力劈混沌，3000魔神闻讯，与之大战。最终，盘古演化日月，身躯化作洪荒天地，太古混沌时代就此落幕。到了洪荒初期，又有无尽凶兽肆虐洪荒，随后祖龙、元凤、史麒麟等横空出世，大战再起，血染洪荒。而我仍在沉睡。在我不知情的时候，系统悄然觉醒。穿越到洪荒世界，为宿主绑定沉睡签到系统。宿主沉睡1年，自动签到地仙境界；宿主沉睡1000年，自动签到天仙境界；宿主沉睡10万年，自动签到真仙境界；宿主沉睡无数年，自动签到鸿蒙大道圣尊境界。下班喽，放假啦！宿主，拜拜了你累。洪荒正值大劫，煞气滔天，此地怎会如此祥和？还有道韵环绕，这呼吸声竟能引动道韵共鸣，好像有强大的存在在这里沉睡。难不成这山上有蹊跷？我得前去一探究竟。那是道韵随呼吸涌动，仅是远远观之，就让我的修为枷锁有了松动的迹象。这是何等强大的存在，怕是只有父神盘古方可比肩吧。晚辈自山脚下感悟前辈风采，特来拜见，无意冒犯。晚辈欲在此参悟，还请前辈准许。前辈在此小憩，并未将我放在眼里。我先在此参悟，待前辈醒来，再向前辈道明缘由。这位前辈睡得如此恬静，让我感觉他好像不在这片天地之中。前辈翻身了，道韵向我涌来了，我要突破了。前辈的睡姿有几分淡然与洒脱，我悟了。108967根头发，诸位快记下。13333根脚毛，我明白了。这是哪位前辈？不知道啊，从未见过。前辈在此小憩，我等见之乃是福缘，切莫惊扰了前辈。道友所言有理，我等接受前辈恩德，不如尊前辈为师，如何？此主意甚好。此地有数十万之众，皆为师尊弟子。数十万之众，太乙金仙境界为记名弟子，大罗金仙为外门弟子。若达到大罗金仙之上的境界，可为老师内门弟子。诸位以为如何？我等都无异议。这一觉感觉睡了好久啊，睡得我头昏脑胀、腰酸背痛的。我去，怎么那么多人？这还是国内吗？数亿年了，老师终于醒了。这是做梦了，还是穿越了？师尊，我等皆是仰慕师尊风采，这才进入师尊的道场，请师尊见谅。你是哪位？师尊，我乃通。不对，师尊法眼如黄，岂会看不出我的根脚？他想要的不是我名字，而是我的态度。师尊，唤我阿通即可。阿通，这是哪里？这里是洪荒南部。什么？我竟然穿越到洪荒？那个金仙满地走，大罗多如狗，稍微沾染一点因果，都有可能灰飞烟灭的洪荒。外界可有发生什么大事？我听师兄弟们说道，前不久，红军、杨梅、阴阳与乾坤4位岛主率军打入西方地界，与魔氏罗侯决战。不知此时战况如何？
原来此时正值道魔之争，即将进入红军引来的圣人时代。可我都穿越洪荒了，金手指呢？系统呢？我就是你朝思暮想的系统，不过我到点下班了。离别之际，特赠你新手大礼包。新手大礼包已开启，恭喜宿主获得高阶吐纳术，恭喜宿主获得封山大阵。封山大阵启动中，封山大阵可隔壁天机，隐匿踪迹，且不染俗世因果。大阵之中，宿主犹如圣人。这就没了？我勒个去！那我岂不是自身难保？不行，现在这么多人窝在这里，迟早要出事，得赶紧把他们遣下山去。哎呀，念你们误入此地，乃无心之举，我便不降罪于你们。你们现在速速下山，别打扰我的清修。师尊，莫要赶我等下山。师尊，外界正是魔祖罗侯与几位老祖大战，若是师尊将我们赶下山，我们一旦沾染了因果，也唯有生死道消之途了。恳请师尊收留我等啊！恳请师尊收留我等啊！也罢，你们既尊我陈玄为师，想来也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。我准许你们在此地修行，等到道魔之争结束后，你们便要各自下山，寻找自己的机缘了。谨遵师尊法旨。那你们都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师尊，叫我阿云就好了。师尊，叫我西瑶就好了。您睡了这么久，想必腰酸背痛，我替您捏一下肩膀吧。如此甚好。师尊，我是小蛙后，我给您捶捶腿吧。师尊，我是小溪，请师尊喝茶。甚好，甚好。这些洪荒生灵都这么热情的吗？捏肩捶腿跑茶，这简直是帝王般的享受啊！他们不会以为我是什么世外高人吧？可我只是一条咸鱼啊！师尊，我可以给你暖床。暖床？啊！我靠，阿云，这太恶心了！去！方才师尊随手一挥，便有无尽大道之力向我涌来，当真是举世无双。若是我能学得了师尊的1/1000，便足以横扫洪荒了吧？师尊，我等皆蒙昧未见大道，不知师尊可否讲解一二？讲解大道？我也没见过大道啊，怎么讲解？不知道后世道战洗罪经、淮南子、无上妙道问世真经、修真太极混元至玄图这些典籍对他们有没有用？算了，先讲讲看，兴许他们能悟呢。也好，我所讲之道皆是精髓，能悟多少，就看你们自己了。谢师尊恩德。覆天在地，阔四方，多八极，高不可计，呼生天地合阴阳，包诺万物，亘古不易者，道也。夫圣人者，不凝固于物，而能与世专矣。这是言出法随。师尊随口讲道，竟然引动时间长河。一念生，一念灭，此为大道。师尊周身浮动的是造化之意吗？我讲道1000年，内容磅礴复杂，你们需潜心感悟。如有疑惑，可以现在提出，我一一解答。师尊，我一直想知道大罗金仙之上的境界。师尊，我也有此疑惑。洪荒茫茫，大道浩渺，大罗金仙之后，便是正道混元，混元之后，正道鸿蒙。原来这就是大罗之上的境界。多谢师尊开悟。敢问师尊，如何正道混元？正道混元之法，吾知有3：
还请师尊开解。此3种法门，分别是以立正道、展示正道、功德正道。师尊，3种法门可有优劣之分？当然，最优者为以立正道。立便是力量、法则、体悟法则，破开天道束缚，超脱天地，成就混元，此为上乘之选。展示正道次之，功德正道，哼，小道耳，不提也罢。多谢师尊开悟。这些对你们而言都太过遥远，还是立足当前，切勿好高骛远。师尊，我打算走剑道之路，该如何修炼？拔剑。拔剑？对，拔剑10亿次，可练成斩天拔剑术。这是剑道的至高境界吗？剑道的至高境界，应当是一剑开天。一剑开天，真霸气啊！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你还是先学会斩天拔剑术吧。是。阿通，我只是随口说说，你练不出来可别怪我啊。吾辈同为混沌魔石转生，不如联手融洪荒为混沌，再创新天地。罗红，你妄图独吞盘古留下的洪荒道果，与你联手，无异于与虎谋皮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就请吧。罗好，你当真以为诛仙剑阵举世无敌吗？难道你有破解之法不成？请3位道友现身，助我破阵。请4位道友赴死。师尊，道魔之争最终是罗红胜利，还是4位老祖胜利？是红军一人的胜利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罗侯不敌4位老祖，毕生的谋划就此破碎，最终选择了自爆。那4位老祖怎么样了？杨梅重伤遁入混沌，阴阳、乾坤2位老祖被自爆炸死了，只有红军一人无伤。师尊，罗侯死后，洪荒以后是否会再起杀劫？轮回生灭是宇宙万物的规律，为了消灭因果，天地会爆发一场浩大的量劫。若是不幸卷入其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师尊的意思是，除了龙汉之劫、道魔之争，还会出现新的量劫吗？不错，洪荒以后还有数次量劫，轻则洪荒动荡，重则整个洪荒都有可能破碎。师尊口断乾坤，通晓古今未来，可否给我们透露一丝天机？此地屏蔽天机，便给他们透露一点洪荒大事吧，以免他们日后行走洪荒，惹上了不该惹的人。道魔之争后，红军成胜，在紫霄宫3次讲道，西王母被册封为洪荒女仙之首，红云让座，后被鲲鹏、冥河劫杀，封世之劫，诸圣下场无劫，道门气运就此衰减。此后天定西方兴盛，进入西游时期。师尊说我历劫较成胜，而后与2位兄长分家，更是在风始量劫之中反目成仇。我怎会与帝君正天婚，还诞下10子？我此生只愿侍奉师尊。我因为一个蒲团结仇鲲鹏，被鲲鹏与西方2道人劫杀。我巫族11位兄长尽皆战死，我更是身化轮回，永不得出世。我才不去当什么洪荒女仙之首，侍奉师尊才是我此生最大的愿望。这便是洪荒大事，尔等可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如今道魔之争结束，洪荒平和，天机也将逐渐清晰，你们也该下山了，寻找各自的机缘了。师尊，我不要寻什么机缘，我只想常伴师尊左右。师尊，我还想给你捶腿，我想给你泡一辈子的茶。师尊慈悲，还请收留我等。
师尊，师尊3次啊！唉，数亿年的相处，若非不得已，我也不想遣散你们。只是这么多人挤在这里，迟早要出事的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亮节残酷恐怖，你们潜心修炼，低调行事。下山之后，万不可提及此地发生的一切，更不可将我曝光。谨遵师尊教诲，他日行走洪荒，我定然不会辱没师尊的威名。我等铭记师尊大恩，日后我们自然有再见的机会。下山去吧。师尊保重。阿切，阿切！洪荒之中，怎么突然多了数十万个不可控的变数？师尊，阿通日后行走洪荒，定不会负了您的威名。师兄，你要往何处去？我此番打算回昆仑山苦学剑道，将师尊传我的剑道发扬光大。你呢？师尊素爱栽种灵花香草，我去万寿山武装观，若能说服镇元子把人参果树献给师尊，说不定能常伴老师左右。你们呢？都去往何处？我打算回瑶池仙境，闭关参悟师尊传授的时间法则。纵游时间长河，一定能够见到师尊的身影。西瑶师姐所言极是，我就在太阴星上，不为正道，只为等待师尊归来。我会在轮回中诵念师尊真名，他一定能够听到我的思念。小蛙，你呢？我回不周山上看看我那不成器的兄长，然后游历洪荒，追寻师尊的踪迹。诸位同门，就此别过。大哥，二哥，我回来了。三弟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是啊，三弟，我还以为你在外被人做了手脚呢，竟是数亿年不归，让两位兄长担心了。我外出拜师学艺，不知觉间就过了数亿年。拜师学艺？三弟，你在何人门下学艺？他们乃是我最亲近的两位兄长，报出师尊名号，想来没什么问题。我在太玄道人门下修行学艺，洪荒之中何曾听闻过太玄道人的名号？难不成是个骗子？三弟啊，你的法力呢？法力？我等剑修只修己身，人剑合一，无需法力。三弟啊，你真是胡闹！只修己身，如何参悟天地，将天地法力化为己用？无需参悟天地，我一身剑气纵横，威力无穷，对于日后正道大有裨益。三弟，你被骗了。老师一身修为深不可测，何至于骗我？两位兄长，不若我们一起练剑。不了不了，既然两位兄长无心剑道，我只好独自练剑了。三弟被人忽悠了，一身法力都练没了。大哥，现在可如何是好？我们去看看三弟练剑，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也只好这样了。9,999,998，9亿9,990万9,999。三弟，明显魔怔了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岂不是让人看扁我三清？哎，你我已是大罗金仙后期，可保三弟一世无忧，就由着他吧。10亿次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师尊，我终于练成了。你练成个鬼！三清的名头都被你丢光了。今日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大道。何方宵小，竟敢在昆仑山作乱！斩天拔剑法！会死的！大哥，二哥，怎么是你们？你们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三弟，我养的母猪要生了，我先走了。大哥，等等我，我也看看母猪。修行数亿年，才得师尊的皮毛，实在惭愧。
小妹回来后，整个人都与以往截然不同了。我偷偷看看怎么回事。我别无他求，只愿常伴你的左右。老师，老师，小妹何时拜师了？小蛙好想你，何时才能与你相见？我倒要看看你是何方神圣。这就是小妹口中的老师吗？让我看看你的根脚。怎么可能？如今的洪荒除了红军，怎么可能还有让自己反噬的存在？敢拱我家的白菜，不管你是何方神圣，都要给我一个交代。兄长，你要什么交代？没什么。兄长，你也该给我一个交代吧。小妹，你口中的老师是何许人也？老师是世界最完美的存在，气宇轩昂，风华绝代。他现在在哪儿？老师已隐居洪荒。小妹，你该不会是遇到了骗子吧？不准对我老师不敬！兄长，你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。他一定是骗子。小妹住手！你怎么这么强了？还敢不敢了啊？不敢了，不敢了！兄长，我老师是不是世间最完美的存在？是。看来兄长目光如炬，悟性极佳。老师说的没错，打一顿就好了。如果这里没有这么多的征伐，没有残酷的亮劫，倒算是个好去处啊。只是那些嫡子一个个都感觉弱弱的，只希望他们能安稳度过亮劫。现在先去看看仙草原吧。这些都是天地初开时的灵草鲜花呀，吸收天地精华，要是能长到现代世界，岂不是无敌了？不过总觉得营养跟不上的样子，我来给你们添点养料吧。你们吸收天地精华可能会有点慢，我好歹也是算是个仙人，这些对你们来说肯定是极佳的养料，而且是有机胡一服，纯绿色，无公害。虽然我不是人，但你是真的草，这些液体可都是污秽之物啊！我好歹也是极品先天灵根，怎可吸收这些污秽？咦，不对，我的根系怎么自动吸收了？我好像进化了，真香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黄经理，你别抢我的养料啊！高卧九重天，蒲盘了道真。天地玄黄外，吾当斩教尊。吾乃红军道人，今已成圣，将于混沌紫霄宫内讲道，有缘人皆可前来听道。圣人，那是大罗极限之上的境界吗？死地间的第一个圣人，这可是无穷福缘啊！走，去聆听圣人讲道。二弟，圣人讲道，这是莫大的福缘。没错，肯定比三弟那个老师太玄道人要厉害得多。二弟，仔细参悟圣人讲道，超越三弟是迟早的事。大兄此言甚善。毕竟是天地间的第一位圣人，诸位师兄弟想来也会前去听道。太云山一别也已经许久了，说不定师兄弟们已经有老师的消息了。无尽时间长河中，我竟寻不到老师的半点踪迹，这是何故？是因为我的时间法则尚未真至化境吗？或许应该去听一听那圣人讲道，寻找突破的机缘，顺道打探师尊的消息。什么东西？六耳猕猴，混世魔元一部分本源孕育的生灵，因偷听红军讲道，下场极为凄惨。他怎么跑我这里来了？六耳猕猴，你为何闯入我的桃场？又为何受伤？
世间竟有如此强大的存在！前辈莫怪，我欲听圣人讲道，可实力不济，被混沌之气冲刷，跌落到了此处，还请前辈见谅。六耳猕猴，你是不是打算运用窃听天赋，偷听圣人讲道？前辈慧眼如炬，六耳正有此打算。你个傻猴子，还真想偷听啊！六耳猕猴，你下山去吧。你要偷听红军讲道，我管不着，但别在我这太玄山上偷听啊！万一红军掐指一算，我沾之即死啊！前辈，六耳一生如浮萍般漂泊无根，又遭混毒之气重伤，恳请前辈收留。只要前辈肯收留，要六耳做什么都可以。这傻猴子，是不是也以为我是世外高人？不然怎么刚见面就要拜师？难道因为特别帅？前辈，我可以向天道起誓，今后为前辈侍从。千万别！真是个傻猴子。洪荒中最不靠谱的就是天道，你还向他起誓，等着被割韭菜。你现在可有因果在身？前辈，我前些日子一不小心听到三清好像要给母猪配种，这个算吗？你真是六耳猕猴，莫不是二哈复审了吧？混世魔元的部分本源根脚还不错，遣散了数十万弟子，有只猴子陪着也好，只要他不偷听红军讲道就行。六耳，此次圣人讲道万不可偷听，否则招致祸患，你可明白？还请前辈指点迷津。我问你，圣人为何选在混沌紫霄宫讲道？为了筛选洪荒之中的强者。没错，实力不济无法到达，算不算有缘人？不算。既然无缘，你在洪荒窃听，被他所知，又该如何？前辈不仅能看透猴心，还勘破阴理，算无一策。今后若要我赴汤蹈火，我也定在所不辞。可还会窃听圣人讲道吗？不听了，不听了。入我门下需清心寡欲，万不得妄自下山沾染因果。你可懂得？懂得，懂得。向大道起誓吧。我六耳猕猴向大道起誓，今后永远追随前辈，若有二心，道途断绝。前辈收留之大恩，六耳永世铭记，绝不敢忘。永世铭记？等你伤好了，便负责栽培那些鲜花灵草吧。是。前辈这哪里是在修炼，他是在反哺这片天地，能常伴在这等高人左右，是我三生三世修来的福分啊！还是没什么进展，是不是这吐纳术的问题？六耳，我近来在研究门吐纳术，你可否替我试试效果？为老师效劳，六耳乐意至极。这些灵气若是全涌进重伤的身体，怕是直接撑爆了。即便伤愈，怕也只能运转1周天。这功法太逆天了。老师慈悲，六耳跪谢老师传法，此乃再造之恩。这只是普通的吐纳术罢了，不值一提。我修了上千年，一点效果都没有，都怀疑是假货了。老师，你管这叫吐纳术？这几乎可以吞天噬地，修炼到深处甚至吞噬混沌之气，简直就是大道级别的绝世神功，媲美盘古大神的九转玄功啊！不叫吐纳术，应该叫什么？全凭老师心意。老师如此通天修为，即便是大道级功法，在他眼里也不值一提。六耳，这吐纳术修炼效果如何？一步登天。当真？当真？不对劲啊！那怎么我修炼起来毫无效果？难道是我不行？我猛得很，怎么可能不行？一定是那解绑下班的系统搞的鬼。兄长，前面便是紫霄宫了。看门童子都已是这般实力，道祖本人的修为该恐怖到什么地步？我们要是抱上红军道祖的大腿，老三，等着我们超越你吧。兄长，我俩贵为三清，圣人赐下这6个仆堕，应当与我们有缘。
二弟，此言大善。大兄二兄，这蒲天可做不得啊！老师曾讲述，这6个蒲墩乃是天定圣人之位，日后功德正道，受洪荒天道掣肘，沦为棋子，连生死都不能自己掌控。三弟，圣人有言：高卧九重天，蒲潭了道真。无疑这是最大机缘。我等盘古正宗与蒲潭有缘，如何做不？大兄二兄，圣人讲道，摆下6道蒲铎是机缘不假，但祸福相依，此等福缘背后所招致的祸患，两位兄长可有想过？三弟，我等一心追求大道，福缘祸患乃是道之运转，岂是我们能够左右？我等修士就是要争福缘挡灾祸，有福缘而不取，岂不是落了下乘？大兄二兄，你没有记得蒲登之事，勿要再说。通天师兄，女娲师妹，伏羲道友，师兄，那日我见一道斩破天穹的剑光掠过不周山，必定是师兄练成了斩天拔剑术，当真是可喜可贺。只是不知师兄你可有老师的消息？女娲师妹，这次圣人讲道，想必诸多同门都会前来，届时一定会有老师的消息的。两位道友，幸会幸会。伏羲道友，这般模样是何故啊？无妨，只是误入了不周山上的禁地，过2天就好了。原来如此，我观伏羲道友也是大福缘之人，不若与我和同坐。多谢道兄提醒，容我推演一番。此蒲蛋与我无缘，竟与小妹完美契合。小妹，快来，这蒲蛋与你有缘，我先替你站着。让师兄见笑了，我去开导一下兄长，让他明白这蒲盾乃是灾祸。开导？对，物理开导。物理开导，那是什么？兄长，这蒲墩还站不站了？不站了。女娲道友好生暴力，还好三弟不似这般。师兄，你那2位兄长做了蒲颠，要不要我也给他们开导一下？算了算了，二哥面子薄，若真让师妹当场暴打，估计立刻就得分家了吧。师兄，哎，这速度，快赶上我了！怎么看我的眼神，怎么不对劲儿？先绑到烧烤架上，等到油香四溢，再撒上孜然粉，一定很好吃。难道我在北冥沉寂太久，竟不知洪荒涌现如此多的大能？大兄，怎么洪荒中如此多的大罗新仙？这么多大罗新仙后期，完全不输我们啊！这些人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我看他们与三弟很是熟络，还称三弟为师兄，难不成他们都是出自太玄道人的门下？若圣人不出，足以颠覆洪荒了吧？后土，你在轮魂中诵念老师的真名，可有回音？没有。虽然我在时间长河中不曾见到老师的身影，但是待我正到浑元之时，便去纵游时间始末，定可以再见老师。诸位同门，我有一法。老师曾说过，以立正道混元之时，可引发大道共鸣。若我们正道混元，即可诵念老师真名，借着大道共鸣，老师定能听到我等对他的呼唤。女娲师姐此法甚妙，大道共鸣响彻整片混沌，老师一定能够听到。若是哪位师兄师姐率先正道混元，切记要诵念老师真名啊！
我等谨记。这些姐姐好生漂亮，温雅端庄。他们口中的老师是什么人？竟引得这么多姐姐寻找他的踪迹。道祖已至，诸位肃静。3000紫霄客，比我预期中要多上不少啊！不错不错，蒲团竟然空了3个，我这讲道剧本好像有点不对呀。天定圣位你们不抢，你们来紫霄宫是度假旅游的吗？凡事讲究一个缘字，我看你们与这蒲团有缘啊。师兄，我们来晚了这么多，只怕是没了位置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都怪那混沌之气过于强暴，好像专门冲我们来的一样。师兄，你快想个办法。师弟，待会儿你看我的眼色行事，眼泪和感情都要到位。好，我西方好生贫苦，可怜我2兄弟，险些丧命于混沌之中。前来听道，却连没个位置都没有。可怜我西方生灵，不得天地眷顾啊！道祖要为我西方做主啊！这2人怎么也来了？这脸皮实在让人不忍直视。2位道友，我观前方的蒲团与你西方有缘。老师说了，这几个蒲团是红军和天道设下的陷阱，十足大火坑。这2个不要脸的货，反正脸皮厚，把他们推进火坑里烧一烧也无所谓。这突如其来的好意，2位道友，我乃是天地间1等1的老好人，这蒲藤没问题，大可放心就做。多谢红云道友，小事一桩，何足挂齿。道友大义，我替西方生灵谢过道友了。竟是让这2个反骨仔坐上了听道蒲坛。老子原始还靠谱，鲲鹏跟脚差一大截，接引准为2个二货，真是一言难尽啊！与我谋划全然不同，乱套了，全都乱套了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？我3次讲道，树立圣人形象，收拢人心，主胆洪荒大事，以教化洪荒，获取天怒功德，然后以身合天地，以心代天心，成为天怒代言人，最后摘取洪荒岛果，得正大道。我操！数10万个变数，哪里冒出来的这么多的变数？道祖，吾乃红军道人，今已成圣。讲道以教化洪荒，共讲道3次，分别讲大罗金仙之道、准圣之道、圣人之道。此次讲道讲的乃是大罗金仙之道，尔等不可懈怠。多谢道祖教化。那便开始吧。万物众生随道运转，劫数相伴，方可立万劫而不灭，染因果而不沾。此之谓圣也。圣人形象算是立起来了。好一只六耳猕猴，未到紫霄宫竟敢窃听我讲道，今日正好拿你立威。大罗之境无量，悟一方天地之太极阴阳五。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像红军城圣时所讲的声音？不好，这是圣人讲道，冤枉啊！我可没有偷听，是声音自己跑到我耳朵里去的。还让不让人好好休息了？放吧！红军道祖呢？怎么凭空消失了？说好讲道3000年，现在才2999年啊！刚才我还崇拜的看着圣人，但是唰的一下，圣人就不见了。难道说
圣人讲道把自己讲丢了。大道反噬，竟是大道反噬！我只是施了一道神通惩戒偷听的猴子，竟然引来大道反噬，现在竟然推演不他的半点踪迹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天道，还请出来一见。何事？天道，这数十万变数，还有六耳猕猴是怎么回事？天道，你倒是发表点意见啊！这里面水很深，你要是把握不住，那我便换个一位天道代言人。可恶！我叫你来是为了听你说这个。区区数十万，水不深，把握得住，把握得住。很好，那你知道该怎么做。回去吧。总算忽悠过去了。什么水很深？忽悠谁呢？圣人回归，诸位肃静。可算是没白点化你这混沌顽石。吾讲道已满3000年，万年后开启第2次讲道，尔等回去之后，需好好消化这次讲道的内容，以昌盛洪荒。明明只有2999年，现在是纠结2999年和3000年的时候吗？看来有必要重新树立一下圣人威严了。吾思虑良久，洪荒昌盛之势已起，生灵众多，因此吾钦定洪荒群仙之首，替我统御洪荒群仙。大罗金仙巅峰，开天之初时第一道至阳之气所化，并先天至阳之道。东王公，我看行。咦，西瑶呢？西瑶已经离去了。罢了，就让东王公统御群仙吧。东文公上前听风。弟子在。承洪荒之运，吾见东皇公才能其重，冠绝子霄，特封东皇公为洪荒群仙之首，特赐龙头拐杖，以号令群仙。弟子领圣人法旨。本次讲道结束，尔等谨记当兴盛洪荒，追寻大道。尔等退去吧。道祖3000年讲道已满，万年后2次讲道，诸位请便吧。诸位同仁，道祖钦定我为洪荒群仙之首，我欲在洪荒之东蓬莱仙山建立仙庭，诚邀各位加入，以匡扶洪荒，不负道祖之托。东王公，我牛道人愿加入仙庭。我也愿意。算我愿意，大家跟上。嘿，老实说，这东王公下场甚是凄惨，今日见之，就是一个字儿，该。红云老兄，你说的老师是何许人也？那是一尊大能，做下无数洪荒大能的弟子。走，回你的武装关，我再与你细说。二弟，我察觉洪荒之中有我的机缘，我也正有此感，我等速速前去，莫要让他人抢了去。太医，不周山将有机缘现世，速速随我前去。好。师兄，你看三清和那2只金都怎么这般焦急？必有古怪，我俩也跟上去瞧瞧，说不准能捞上一点好处。善哉，走。先让你们狗咬狗，我再出手把你们打趴下。是先天葫芦藤，洪荒先天10大灵根之一。哈哈哈哈！此物与我兄弟2人有缘。此地是我们先至，此事理当归我三清所有。归谁所有？打过才知道。2位道友，我辈修行不易，同在紫霄宫内听道，算是同门，何必动手伤了和气呢？2位若是卖我三清一个薄面，定有后谢。卖你三清一个薄面，好一招空手套白狼。久闻三清德高望重，今日一见，哼！如此，便各凭本事了。我观此物与我西方有缘，几位若有善心，当让与我等。我在这儿先替西方生灵谢过几位了。哼，这一趟果然没有白来，竟是这般宝物。每一株先天灵根都牵引洪荒气运，若取得先天葫芦藤，西方气运必生一劫。哼，与你西方有缘，我看你们是皮痒了。太医，别急，让他们先打。
师兄，现在怎么办？大哥，打吗？让他们先打。都1个月了，你们到底打不打？道友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很奇怪吗？我的道场就在不周山中，你们的动作我尽收眼底。好了，你们也不必争了，这先天葫芦藤我要了。女娲道友，你的胃口未免太大了吧？哼，我的混沌钟可不答应。先天3大至宝的混沌钟，这就是你的底气吗？可惜77 49层禁制，你只炼化了19层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老师可是说了，混沌钟内含镇压法则，可禁锢时间，镇压空间，对敌时顶于头上，可立于先天不败之地。你只会拿混沌钟砸人，炼化19层已经是顶天了。你安敢轻视我！这鸟人当真是凶猛啊！这一钟落下，怕是整个不周山都要抖一抖吧？谁敢轻视太医手中的混沌钟？洪荒中能稳稳接住而不伤分寒的，现在只有道祖了。女娲，你会为自己的莽撞付出代价。给我破！混沌钟不是太医的本命法宝吗？怎么可能被女娲所掌控？太可怕了！能直接生生截断太医与混沌钟的联系，哪怕只是暂时，女娲的实力已非我们能揣测。这是横行洪荒的实力啊！我与混沌钟的联系竟然被女娲截断了，我太医差点被混沌钟砸死，说出去谁敢信？女娲道友，今日多有得罪，还请手下留情啊！既然你们已经求饶了，那我便放过你们吧。这先天葫芦藤我一人独占，可有意见？女娲道友，我们这几人远道而来，可否分我们一人一个小葫芦？对啊，见者有份，我们只要一个小葫芦而已，一旦大打出手，恐怕伤了和气。见者有份，老师可没有这样教过我。王母师姐有蟠桃树，西河师妹有月桂树，红云师兄正打着人参果树的主意，日后得见老师，自己可不能两手空空。这株先天混沌葫芦藤，老师一定会喜欢的。这跟你老师有什么关系？我想起来了，三弟与女娲以师兄妹相称，难道女娲也是那个太玄道人的门下？如此说来，先天葫芦藤这事还有周旋的余地。女娲道友的老师可是太玄道人。你有老师的消息？女娲道友，我俩听三弟通天时常念叨令师，对太玄道人甚是仰望。这先天葫芦藤可否分我俩一些？也行，待会儿给你两人各一片叶子吧。我又是抒发对你老师的无限崇敬，又拉出老三通天攀交情，结果只给一片叶子，打发乞丐呢？贫者不受嗟来之食。女娲道友，难道你以为我是随意拿捏的吗？女娲道友，难道你敌得过我和师兄联手吗？也就是说，你们两个有意见，对吗？啊！哎呀呀呀！幸好没有贸然出手，否则现在倒在地上喊哎呦的就是自己了。现在我独占先天葫芦藤，谁赞成？谁反对？女娲道友，先天葫芦藤与你有缘，我等不予争夺，这便离开。女娲道友，我等先行告辞了。我允许你们离开了吗？莫要欺人太甚！女娲道友，这是何意？女娲道友还有何指教？老师说过，胜利的喜悦需要有人分享。你们还需看着我收下先天葫芦藤。太医，太玄道人，你到底教了女娲什么？你怕是培养了一个女魔头吧？谁来治治这个女魔头啊？老天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！父神，我憋屈啊！这世上，只有他那个老师才治得了他吧？这株先天葫芦藤，老师一定会喜欢的，到时候就不用担心两手空空。此地发生的一切，今后万不可再提起。以后遇到女娲，
有多远躲多远。二弟啊，三弟和那女魔头都是太玄道人的弟子，竟然恐怖如斯。太玄道人到底是何许人也？不知比红军道祖如何？女娲口中的老师到底是谁？他是何方神圣，竟然能教出如此绝世女魔头？不应该啊！按推算来说，至少要有10万年，这株风铃草才有可能长成后天中品灵根。还有这株失明草，这株银骨果也是如此。六儿，想什么呢？老师，您来了。我在想，这些灵根怎么长得这么快？长得快不是好事吗？这些花草长得快，岂不是说我之前定下的花草养成计划行之有效？好事啊！老师，我奇怪的是，它们快得不正常。怎么个不正常法？应该10万年后才进化成后天中品灵根的风铃草，只花了3000年，缩短了整整97000年。这不是个例，而是一片皆是如此。六儿，你平日里怎么打理他们的？完全按照老师的吩咐，检查灵根是否凋谢，是否会遭野兽采摘，半点不敢马虎。会不会是地底下有什么宝贝？找不到就算了，反正这些花草长得快，对我只有好处。又到了每日一虚的时候了。难道这些灵根是因为老师？只是闻了闻气味，3000年时间竟然也能晋升后天中品灵根，问题果然出在老师的大道精华这里。老师，我知道那些灵根长势异常迅猛的根源了。说说，这么快就破案了？这还是那只傻猴子吗？老师，根源就在你每日浇灌的精华之中。在我浇灌的精华之中？不是吧？竟有如此神奇之事？没错，老师，我刚才亲眼看见他们在争抢吸收那些精华，千真万确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老师乃是绝世高人，排出的灵液乃是无上的养分，也只有老师的灵液才能够让那些灵根迅猛成长。哈哈哈，这小猕猴竟然学会拍马屁了。我要真是绝世高人就好了。不过，我的须须真是促使那些灵根迅猛生长的根源的话，须须，难道这就是我的金手指？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老师，道祖对着混沌讲了差不多1年了，这是为什么？此前道祖第一次给洪荒大能们讲道，只讲了2999年，现在是为了补足3000年吧？原来如此。道祖承诺第一次讲到3000年，现在是为了了却因果。两位妹妹，我似有所悟，这便先行回昆仑闭关，若得寸进，便可早1分1秒得见老师。令西王母姐姐如此朝思暮想的那位老师，该是何等的风华绝代。按照这般磅礴的玄黄功德之气，3次讲道结束，我也应该能合到天道了吧？合到天道之事无忧，现在该好好谋划洪荒之事了。上次惩戒六耳猕猴遭受大道反噬，极大影响了我在大能们心中的形象，该如何挽回呢？有了，鲲鹏那小子应该是不错的人选。拜见道祖，不知道祖降临，未能远迎，还请降罪。无妨，吾观尔潜心苦修，静心参悟无所讲之道，甚是聪慧勤奋，特来指点。圣人首肯亲自指点，这要是说出去，那可是莫大的荣耀啊！恳请道祖指点。大道玄妙无边，晦涩难懂。你若能开创一种记录大道的符号，让众生了然，实乃大功德一件。天地玄黄功德对你的修行必然大有裨益。若我开创文字，虽能树立形象，但远不如指点他人，既能彰显我有开创文字之能，又能体现我不谋私利的无私形象。鲲鹏根脚不如三清，必更上心，又不似西方20般反骨，日后定感恩戴德。拜谢道祖指点。大善。鲲鹏若有所悟，定然不敢忘记道祖之恩，开创一种记录大道的符号，让众生了然。既要能记录大道，又要让众生了然，什么样的符号才有此作用呢？道祖，我悟了。
既然是记录大道的符号，就叫道文吧。感恩道祖指点，这便让道祖看看我鲲鹏的才能吧。吾乃鲲鹏，得道祖指点，开创了。鲲鹏道友，老师说过要有礼貌，我这也算征求你的同意。既然你不说话，便是默许我先讲喽。鲲鹏不愧是能坐上蒲盘的大能，礼让红云，我等佩服。是啊，不骄不躁，乃是我等学习的榜样。红云也向来如此友善，彬彬有礼。鲲鹏对红云这一番谦让，对于洪荒李杜而言，当服一大白。服个鸟白！老子是被他压得说不出话，不懂别乱说。哼，等你先说又如何？我倒要看看你红云这个粗鄙之人能说出什么话来。待会儿你听到我的内容，恐怕会惊掉你的下巴，等着瞧吧。鲲鹏道友谦让有加，这便多谢鲲鹏兄了。乃红云得老师指点，感悟大道晦涩难懂，理应化繁为简，遂开创道文，记录大道。此为天地玄黄，此为宇宙洪荒，此为混沌鸿蒙。红云道有大才，竟然开创出文字，记录大道。果然是化繁为简，这对整个洪荒生灵而言，乃是莫大的功德啊！红云道友口中的老师是谁？是道祖吗？想来也定是一位高人，否则怎能指点出如此才学的红云道友呢？这不是我要讲的内容吗？我他妈被截胡了呀！此为天地玄黄。怎么现在变成红云开创了道文？鲲鹏，你在搞什么鬼？你开创的道文呢？被狗吃了！万劫不磨，与天地同寿。竟然是天降功德！红云道友的道文获得了洪荒天地的认可，果然是大功德一件。红云道友得天降功德，实力怕是要大涨了吧？红云才疏学浅，若非老师指点，怎能开创道文？此等功德，我受之有愧啊！红云老哥慷慨，将功德施于人参果树，实在感激不尽啊！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我亲如兄弟，何须言谢？反正这人参果树迟早落入我的手中，作为我敬赠老师的礼物，功德对我来说又如同浮云，不如作为人参果树的养料。红云老兄，你1000年前在房中写画画，就是研究这些道文吗？正是。你分明1000年前就开创了道文，为何等到今日？现在时机才成熟。此话怎讲？天机不可泄露。我就是等着鲲鹏向天地宣扬开创道文这一天，然后截胡。在老师所讲的洪荒恩怨情仇中，鲲鹏可谓是我的头号大敌，不但因为让座记恨我，还会在3次讲道后截杀我。所以本是鲲鹏的道文，我岂有不截胡之理？敌人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。耽误鲲鹏兄一些时间了，我讲完了，鲲鹏兄继续。我日，截胡了老子的道文！辛苦1000年时间钻研的道文啊，就这么被你截胡了！都被你一个人讲完了，我还讲什么？道祖那边我怎么交代？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越想越气。道祖，弟子无能，被那红云老贼将开创道文的功德截胡了去，请道祖葬罪。以红云的悟性，断不可能开创道文。你可有泄密？弟子对天道发誓，从未将道祖的少意泄密。道祖，好像红云说他的老师指点，问题是不是出在这个老师身上？这个红云的老师是谁？好像叫什么太玄道人，上次在紫霄宫中谈过。太玄道人？我从天地初开之时就进入洪荒，从未听说过什么太玄道人啊！道祖，弟子知红云老贼精通空间道法，在正欲宣讲道文时，正是被红云的空间道法压得无法说话。空间道法，杨梅，竟然是你搞的鬼！红云竟然领悟空间法则，昔日3000魔神陨落，造化玉蝶碎裂，洪荒大道残缺，如今能教导出领悟空间法则的弟子，除了原掌控空间大道的混沌魔神杨梅老祖，还有何人？原来你就是红云口中的老师。好，昔日我在道魔之争中算计了你，今日你以数十万变数反将我一将，杨梅老祖真有你的！红军道友，混沌一战，了却因果，请。如你所愿，你我一并了却因果。老师，遍地的鲜艳花草，这浓郁的花粉，
我都几乎想象得出日后这些灵根结了果实的样子。可把你馋的。对了，老师，那株先天极品灵根黄钟李，果实虽然还没有成熟，但是又开了新花，可好看了。六儿，你说的可是先天10大灵根的黄钟李？对啊。啊，快带我去看看。真的是先天极品灵根黄钟李，这可是一颗黄钟李子就足以缔造大罗金仙的灵根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颗黄钟李，发达了，发达了！配上我的须金手指，岂不是要起飞？9为吉数，黄钟李本就结了9颗果实，如今再添一朵花，竟然有挣破限制的迹象，清香淡雅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去！杨梅道友可是已成道？老道侥幸于混沌中以空间法则正道混元，以立正道，还是排名第3的空间法则，难怪如此强悍。红军道友，我观你境界甚是奇特，可否解释一二？我本以正道混元为混元大罗金仙，又得洪荒天道认可，因此在洪荒天道中又是天地圣人。原来如此。杨梅道友既然已正道，缘何参与洪荒之事？我本无意掺和洪荒纷争，此番约战乃是为了确晕的因果。昔日你邀我与阴阳乾坤共伐魔族罗侯，落得阴阳乾坤身死，我重伤逃遁。而你毫发无胜说道独享胜利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是早已与天道狼狈为奸。难怪那洪荒之中的数十万变数，就是你杨梅专门弄出来搅乱我谋划的。如何了却因果？打过一场即可。此战过后，因果已了。杨梅道友在洪荒之中所留的后手该如何处置？洪荒之中所留的后手，我最多就是在天地初开时随意做了一些谋划罢了，哪里算什么后手？了却因果后，我便常游混沌。至于那些后手，便由道友处置吧。如此说来，请杨梅老友赐教。请赐教。乱流！大到震动之力，还带着淡淡的花香。杨梅，你个卑鄙无耻之徒！说好只是做过一场，你却想趁此偷袭，取我性命！红军，这一股强大的力量，明显来自洪荒之中，你作何解释？生死有命，我现在就给你一个解释。好。哼，昔日阴阳乾坤2位老友就是这样被你害死的。杨梅，你谋划至今，恐怕就是想今日取我性命吧？来之前，我本只想与你了却因果，谁知你竟然倒打一耙，引动洪荒中残存的大道之力，害我于此。今日后的因果，便不再是逢场作戏这么简单了。这个卑鄙无耻之徒，假借了却因果做过一场，实则暗中布置后手，欲将我置于死地。若说不是你在暗中搞鬼，还有谁有此等能耐？待我合到天道之后，冲击混元太极仙尊之境，届时定诛了你杨梅老祖，将你的本体空心绿柳留在洪荒之中，看我如何摘取洪荒道果，得争大道。昊天，东王宫不是说要建立什么仙庭吗？怎么还没动静？回禀道祖，东王宫此时正在蓬莱仙山筹备。好，我将闭关一段时间，到2次讲道时方才出关。你们俩多多关注洪荒动向。是道祖。陛下，诸事筹备已就绪，可以宣布仙庭建立了。筹备1000年，又得108位部将追随，终于有了建立仙庭的根基。吾乃东皇宫，乃红军道祖钦定之洪荒群仙之首，今于东海之滨蓬莱仙山建立仙庭，统御群仙，鼎盛洪荒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，气运汇聚，这是仙庭兴盛的征兆啊！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你博闻团实，当为我30天庭丞相。牛将军，你实力强劲；朱将军足智多谋，当为72地煞之首。谢陛下之恩。兄长，东王谷这次果真建立了仙庭，似乎还汇聚了强大的洪荒气运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便让他暴打几天，时机成熟，我们便覆灭了他的仙庭。好，
灭了他的仙庭。仙庭出力，正是谋求发展之时。诸位爱卿可有良计？陛下，臣有一计。丞相，快请讲。臣以为陛下威望变洪荒，此时正该招揽强者加入，以壮大我仙庭。臣有一合适人选，西王母。西王母根脚不凡，实力惊人，与陛下多为般配。若能与西王母结为道侣，阴阳调和，珠联璧合，陛下的威望肯定更上一层楼。何朝无大能加入？诸位爱卿以为如何？丞相，你深知朕心啊！全凭陛下定夺。善，大善，速筹备此事。朕要亲自前往昆仑瑶之仙境，以显诚意。什么？有人敢打瑶池师姐的主意？众弟子中，谁不知道瑶池师姐对老师情根深重，一心只想寻到老师的踪影？走，我们马上召集诸位同门，分头行动。今日喜鹊提名，原来是白泽师弟前来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此地？红云师兄，人参博果树还没到手，你不在这里还能在哪儿？白色，你小子果然机智。你刚说的钥匙是有老师的消息了？还没有老师的消息，是有人想打西网空师姐的主意。西王母天资极高，领悟时间法则已达70%，是同门中的领头羊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极有可能就是未来的师娘。谁如此胆大包天，敢打未来师母的主意？谁？东王公。东王公那小子，他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啊！鬼车与古王已经去通知其他同门了，准备在西瑶师姐的道伍外等她自投罗网。走，出发！归丞相，若是朕贸然前去，是否会唐突了西王母道友？不若寻个媒人与陛下同去，陛下经裁决议，再加上媒人从中调理，何愁西王母不答应？归丞相真乃无仙庭智者啊！请哪位大能作为媒人合适？三清道场便在昆仑，与西王母素有交情，若能请三清出面说媒。三清道友，三清声望极高，若能请动他们，此事十拿9稳。牛将军听令，速去备足灵根灵果，请三清道友出山为吾说媒。臣领旨。陛下，幸不辱命。哈哈哈哈哈！如此恢宏的气势，这般浩大的排场，西王母一定会喜欢的。一旦结为道侣，强联合，圣人之下，当为仙庭独尊。见过两位道友，让两位道友久等了。无妨，东王公此行声势浩大，可见对西王母真是情真意切呀。怎么不见上清道友？三弟此番应该正与他的朋友相聚，不便前来。有了老子与元始同往，少一个通天道友也无妨。原来如此，有劳两位道友了。无妨，出发吧。足2000多名大罗金仙，这分明就是三清请来为我助阵的。三清果然是洪荒中响当当的人物，振臂一火，应者云集。自己当初决定请三清做媒人，当真是英明至极。大兄，女魔头也在。这2000多名大罗金仙，好像是老三通天的同门。西王母还是这一批人的师姐，他们绝不是来替东文公说媒的。东王公道友，我后山的母猪快要生了，我先走一步。母猪要生了，诸位道友能在百忙之中前来替我助阵，孤感激不尽。此间事了，我在仙庭略备薄酒，酬谢诸位。不愧是圣人钦定的洪荒群仙之首啊，竟有如此之多的大能助阵。这么一看，东王公倒是有几分俊朗。我准备报名加入仙庭了。啊！就是你小子打我师姐的主意。师姐，谁是你的师姐？难道是？吾乃圣人钦定的洪荒群仙之首，你们怎敢对我动手？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洪荒群仙之首，大的威名。诸位同门，这小子竟敢打西王母师姐的主意，该如何处置？老师说过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太玄道人门下的弟子，岂容他人念念？动手！归丞相，牛将军，速救驾！36天罡，72殿煞，仙庭的好儿郎们，速救驾！我等就在旁边，岂能袖手旁观？给我冲啊！对，我等岂能眼睁睁看着陛下受苦受难？给我冲啊！我乃圣人钦定洪荒群仙
诸位好汉饶命啊！我再也不敢了。啊！走你！太残忍了，这一帮人以后断不可招惹呀！你们听说了吗？群仙之首东王公惨遭痛殴。东王公乃是圣人钦定，谁敢动他？我亲眼所见，2000多个大罗仙仙轮番痛殴，毫不起村大罗仙仙，这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我亲耳听到，他们说他们是太玄道人门下的弟子。太玄道人，他究竟是何方神圣？竟然能教导出如此之多的大能！我操，连通天女娲、红云西王母的大能都是他的弟子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太玄道人在哪里？还招收弟子吗？怎么有点心乱如麻的感觉？难不成我被曝光了？还好，此地屏蔽天机，即便被曝光了，也不必担心被人寻上门来。下山的弟子们啊，可千万别把我曝光了，我只想苟回现代世界。嘿嘿，承蒙老师恩泽，六耳方才能达到大罗金仙之境。你真晋升大罗金仙了，不错不错，这都是你勤奋修炼的功劳。在洪荒之中，根脚果然还是非常重要。当初收留这个六耳猕猴，真是个聪明的选择。只是咸鱼的我，到底什么时候修炼有成啊？我突破之后，好像领悟了一式新招式，能不能帮我看看？新招式？难道是传承下来的？你演练一遍看看。魔元相世。老师，我刚才那一招是模仿远古意志，引动能力强化自身，感觉威力不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来找我指点，可我图纳术都没搞明白，哪知道怎么指点？魔元降世。哪来的混死魔元？是谁在搞鬼？我绝不允许洪荒中有我不可掌控的因素出现。大道级别的混沌魔元气息，洪荒中何时有如此强大的存在？难道说梁梅不是幕后黑手？我只看了一遍这猴子使用的招式，不但学会了，还对其进行了改动，更加完美无缺。不对劲啊！除了须金手指，难不成这也是我的金手指？自己的悟性怕是要逆天啊！老师神通盖世，竟是直接凝聚出父神虚影，堪比真神降临。这一式神通极为威猛，若是能得混世魔元的几分神韵，你便可化身混世魔元，大杀四方。神韵？老师，敢问父神混世魔元的神韵是什么？战天斗地。战天斗地？老师，我悟了。你悟什么了？战！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的眼，我要这地再埋不了我的心，我要那众生都明白我的意，我要那诸天神魔都烟消云散。这撒后字怎么突然说起上古传说里的话？难道你觉醒的是洪荒古元的传承？算了，还是先打理灵草原吧。老师，你看那株昊天极品灵根刺龙果结了360个颗果实呢，先天下品灵根青纹心果整整200个，哇！先天中品灵根碧水桃也结了68颗果实，这些都是我的劳动成果啊。我施展吐纳术吸纳不了灵气，但直接吃这些灵果可以吃出灵气来。须金手指的用法就是让我促使灵根成长，然后猛啃灵果到无敌。老师，什么味道？你摘一个尝尝不就知道了。千万不能浪费。把成熟的果子都摘下来保存好，我要留着突破大境界。老师，我一定要将太群山上的所有灵根都移植到仙草原里。这是极好的主意。这种朴实悠闲的生活，属实让人沉醉。在这里当一条咸鱼，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。老师，这么多仙果，少说也有几百万颗吧？全都吃完吗？这绝对是猴生巅峰啊！老师，我跟对了。六儿。把这些鲜果全部酿成酒。这二哈，堂堂大罗金仙竟然喝醉了酒，掉下山去。老师，这蛋好像有点特别。我仙庭众将何在？归丞相，
外界怎么传闻朕？但说无妨，朕承受得住。外界传谣说陛下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牛将军何在？将那人的嘴巴撕烂！禀陛下，牛将军辞职，朕封他为36天罡之首，待他不保，他怎么对得住朕？陛下，牛将军说，先庭已经没有兵将供他统领，没有了那种掌控权势的快感。归丞相，还是你忠心耿耿，对我不离不弃。陛下，微臣年迈，已经不足以胜任先庭丞相一职，恳请陛下准许微臣告老还乡。墙倒众人推，树倒猢狲烂。吾乃圣人钦定洪荒群仙之首，待到圣人二讲道时，朕一定要面呈圣人，痛斥太玄道人门下弟子的恶行。圣人一定会为我做主的，我一定能东山再起。人间自有真情在，巅峰迎来虚伪的拥护，黄昏见证虔诚的净土。这些就是我东山再起的精神支柱。你们怎么没有离去？陛下，你还没发工资呢。发工资？神特么的发工资！现在是讲发工资的时候吗？道祖终于开启第2次讲道了，我一定要面呈道祖，将那帮太玄道人门下弟子的劣行告知，请道祖为我做主。圣人的号召力仍然如此之强，只要圣人发号施令，就会有无数强者加入我的仙庭。何愁仙庭无人？到时候一定要率军教训一顿那些太玄门下的弟子，免得敢在我洪荒群仙之首面前嚣张。诸位师兄师姐，道祖言有缘者3000，他老人家第2次讲道即将开始，请有序进入。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听圣人讲道讲究一个缘字，若无天资，再好的位置也无用。我等那群恶人先进，最后我再压轴出场，毕竟我是洪荒群仙之首。道祖言有缘者3000，3000之数已满，后面的诸位请回吧。3000之数满了，我是第3001，我乃洪荒群仙之首啊，竟然没有听到的位置。新晋洪荒可有大事发生？得道祖福泽，近来洪荒安稳，众生和睦。甚好甚好，此番讲道乃是讲准圣之道，共讲3000年，尔等需认真听讲，切不可懈怠。这次我定要率先突破到准圣，超越老三。大罗之上实为圣，然争道成圣之路漫漫，因此踏上争道之路即为准圣。吾于洪荒玉京山中晨悟无数岁月，善恶斩施争道之法，是为3施，斩去3施，方可无喜无悲，无善无自我。斩施之法，以灵宝，以灵根，以功德，皆可斩。此等法门，即便晋升准圣，可借用天地法则对敌，但也只是空有境界，终究不是自身的法则之力。老师曾说斩施争道未来成就有限，怎么在红军嘴里好似最好的争道法门？斩！无心之善念，斩！见过本尊。你我本是一体，何须客气？我作为圣人之下斩尸第1人，现在应该拥有和他掰手腕的力量了。斩！见过本尊，无需多礼。斩！三清道友不愧是盘古正宗，远远将我们甩在背后啊！你们2位道友也不遑多让啊！秉承西方气运，我观西方的兴盛就系在你们2人之间啊！哪里，3清2社的名头说出去，谁人不知哪个不晓？斩尸正道对于几位而言，岂非难事？我早就听闻北冥之地有一位智者，今日见鲲鹏兄斩尸信手拈来，果然非凡啊！诸位都是天资卓绝，已然斩尸。他们是不是以为他们很强了？小妹，你这是何故？斩尸虽可晋升准圣，但成就有限，不是良法。圣人开创之法，也不是良法。怎么，你不信？我信。2位师兄，我本欲追随师兄脚步，体悟法则，晋升准圣，但上万年之久，皆无门路可走，应是我天资愚钝。唉，玄蛇师弟不必自责，体悟法则之路万般坎坷曲折，我等也是得了老师恩德才侥幸领悟1、2。是啊，无法体悟法则也不必自责，老师不会怪你的。2位师兄，我天资愚钝，如今只能走斩尸一道了。放心去做吧。他要斩尸，
又一位洪荒顶尖大能出现了吗？想不到洪荒中人才济济，不可小觑啊！果真是深藏不露啊！展示这种光宗耀祖的事情，他怎么含泪展示？那一定是激动、兴奋、喜悦的泪水。鲲鹏兄果然是洪荒智者，一下子就看透此子含泪展诗的心理，佩服佩服。本尊不必难过，我资质愚钝，只得展示突破，走了小道，愧对老师啊！我等亦是资质愚钝，只能走展示之法，有辱老师威名啊！斩！什么鬼？现在准圣这么不值钱吗？鲲鹏兄，他们这200多人也都是激动、兴奋、喜悦的泪水吗？诸位同门，我以展示之法晋升准圣，投机取巧，愧对老师，不配成为老师的内门弟子。玄蛇师兄所言极是，我等投机取巧，不配晋升内门弟子，请诸位同门做个见证。投机取巧？你们这是拿刀子猛地捅我的心啊！扎心了！我受不了了！老子压箱底的法门都搬出来给你讲了，一个个都展示了，还泪如雨下，搞什么呢？这些人都是西王母、女娲、后土3位姐姐的同门，一下子200多人展示晋升准圣，可他们为什么都说展示之法是小道，是投机取巧？难道他们的老师还教了更高深的法门？展示之法，朕虽未能听圣人讲道，但凭借天纵之姿，定能展示晋升准圣。仙庭崛起时机来了，朕洗刷屈辱的时机到了。十殿仙王何在？尔等速去镇守仙庭10方，若有宵小之辈擅闯仙庭，拨响铃铛即可，不要闭关千年，参悟展示之法。这事儿有点难办啊！尔等要抗旨不成，若是不从，便扣10年工资。陛下，我等并非要抗旨不从，只是镇守仙庭这事务不是我们的工作范畴。那你们想怎么样？得加钱，对，加钱，没错，还要把这3000年来的工资给我们结了。陛下圣明，谢陛下。久闻鲲鹏兄智谋无双，今日相聚，当知名不虚传啊！是啊，哪里，两位道友虽居于太阳星，但威名可是连我北冥之地都广为传播呢。鲲鹏兄，实不相瞒，今日请鲲鹏兄前来，是希望鲲鹏兄能够协助我兄弟2人。协助你2人？不错，我与太一欲加建立一股势力，足以称霸洪荒的势力。斗胆一问，如何建立这股势力？立妖族，建天庭。我兄弟2人早有此意，如今双双进阶准圣，以极品先天至宝展示，实力不输老子原始。那新晋准圣灵宝寻常，实力偏弱，正是崛起之时。何为妖族？凡吸收天地灵气、日月星辰精华化形而出者，皆可为妖。何人不是吸收天地灵气化形？洪荒中也只有寥寥几人不在此列。若真能立妖族，甚至连女娲、伏羲之类的大能也囊括其。鲲鹏可愿入我妖族？无愿入妖族。来，敬未来妖师一杯。我也敬未来妖皇一杯。鲲鹏兄既然已入我妖族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可有良策邀洪荒大能入我妖族？对啊，不然当光岗司令总不得劲儿。2位欲立妖族，建天庭，将东王宫的仙殿置于何地？时机成熟，取而代之。如此，何愁没有大能加入妖族？不愧是智谋无双的鲲鹏妖师，我妖族栋梁啊！朕真不愧是圣人钦定，洪荒群仙之首，天纵奇才。仅仅1000年时间，就展出善诗，晋升准圣。我洪荒群仙之首又行了。4殿仙王何在？附近可有洪荒大能或大势力存在？不知道。你们再想想。回禀陛下，此地毗邻东海，龙族不就是一股大势力吗？刚才还面面相觑，一看到灵宝，立马就有了主意。有钱能使鬼推磨啊！可有东海龙族的信息？东海有约摸数万条血脉纯正的龙族，族长乃是敖东五爪金龙，大罗新仙后期境界。好，真不愧是仙庭10殿仙王，果然神通广大。且看朕招揽龙族，壮大仙庭。之所以不请10殿仙王同去，一来形象实在拿不出手，二来实在没有灵宝用作工资支付了。自从求亲西瑶不成，反被暴打一顿后，他就变成这样了。可惜了这个小伙子。西瑶我可听说了，那可是洪荒中1等1的家人，他还有个老师，可厉害了。对，叫太玄道人，门下弟子无数，连圣人都奈何不了他呢。对了，几百年前我看到太阳星上的2只金乌飞过，好像是去东海的方向。是哦，
我听那些小虾兵说，东海龙王敖东已经答应加入2只金乌的什么族？那东王公死去，兄长，我们已经是准圣初期境界，很快就可以再斩一师，晋升准圣中期，没理由再害怕那女魔头了吧？太医，我们将来要立妖族，建天庭，统御洪荒，所以格局要大。女娲虽是夺了我等机缘不假，但是她根脚不凡，实力强劲。我们哪怕没有成功拉拢她，也体现我们对她的好感啊。女娲道友，伏羲道友，今日不周山紫气东来，原是2位道友前来，实在有失远迎啊。这2个金乌来此有何事？伏羲道友，怎么不见女娲道友呢？舍妹外出与朋友论道了。原来如此。久闻伏羲与女娲道友神通广大，威震一方，今日前来，想与伏羲道友共谋大事。敢问2位道友欲谋何事？伏羲道友，我便直言不讳了。我们欲立妖族建天庭，统御洪荒万族。但我与舍弟太医深知，此等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，若无伏羲道友加盟，我们难以成事。自从小妹拜了老师之后，外人的关注点都在小妹身上，夸赞也是极多，而对于我，竟都是怜悯同情的眼神。帝俊这么一说，竟让我有种遇知音的感觉。只是，一向做主的都是小妹，现在她外出找祖屋后土论道去了，也没个商量的人，我到底该不该应允呢？伏羲道友，妖族若立，你我皆是妖族之皇，乃是同样的地位，不分高低。以前小妹总说我没主见，将来会被人给忽悠了，是时候告诉小妹了，我也是一个有主见且明智的兄长，我要悄悄成为妖族之皇，给小妹一个惊喜。 2位道友诚意满满，伏羲愿入妖族，共谋大事。有伏羲道友加盟，妖族大事可成。东王公晋升准圣，欲招揽我东海龙族，速来！正愁着没有时机对东王公出手呢，现在还自动送上门来。伏羲兄，若有人要挖我们妖族的墙角，该当如何？那自然是暴打他一顿，彰显我妖族之威了。好，我这便与太医去送东王公上路，还请伏羲兄为我们略阵啊。敖东道友，你还无法下定决心吗？东王公道兄，并非我不愿加入仙庭，而是什么？东道兄，若非你早来500年，我也会应允入你仙庭。但现在我已允诺了帝俊与太医2位金乌，要入他妖族。敖东，朕乃洪荒群仙之首，仙庭之主，背后有圣人撑腰，你可知如何抉择？哼！太阳星那2只杂毛鸟竟敢暗地里拉帮结棒，实在是狼子野心。若是被我撞见，定要拔光他们的鸟毛。现在洪荒中谁不知道你东王公洪荒群仙之首的名头只是一个摆设？仙庭早已冷清孤寂，你也就是孤家寡人一个，仙庭之主有名无实啊！道兄，可否容我一些时间考虑考虑？别跟朕打这套马虎眼了。今日留给你的只有一个选择：臣服。东王公，仗势欺人算什么本事？有胆出来一战！混沌中，刚想拔光你们这2只杂毛鸟的鸟毛，没想到马上就送上门了。哼，大能打架，差点害小龙遭殃啊！东王公想要挖我的墙角，也不掂量一下自己的斤两。哼，你们2只披毛鸟拉帮结派，谋权篡位，妄图撼动我仙庭的统治。仙庭还有什么可统治的？那10个雇佣来的扫地阿姨吗？东王公，今日因果既起，不如做过一场，趁早了断。
东王宫在劫难逃了，这两个金乌战力实在强横啊！帝君与太医有着2大先天至宝，又掌控太阳真火，战力强横。看来以后妖族大兴，天庭真的要统御万族了。我若成为妖族之皇了，该怎么称呼呢？就叫西皇吧。若是小妹也加入，那就叫蛙皇。西皇、蛙皇，听着就威风。此次当真是我明智的选择。小妹回来后，定会对我刮目相看。东王公，还请应节。太医，留他一缕本源残魂。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啊，岂能留他性命？无妨，他此番状态掀不起风浪，只是他曾得圣人垂青，若是将其冰解，岂不是打了圣人的脸面？那这该如何处置？伏羲兄可有良计？不若招他入妖族天庭，封他一虚职，当个吉祥物也不错的。哈哈哈哈！伏羲兄所言与我不谋而合呀。东王公，你可愿意入我妖族天庭？哈哈哈！那边趁此良机，我等便昭告洪荒，妖族当令。天道在上，圣人见之。吾乃帝君，今日以太医、伏羲，1000年后于太阳星上建立妖族天庭，为3皇。世间生灵化形而出者，皆可为妖。广邀诸位道友前来。帝君和太医竟然说服了东王公，建立妖族。1000年后于太阳星上建立。世间生灵，凡吸收天地灵气化形者，皆可为妖。这是何等的野心！妖族天庭，妖族这是要崛起的预兆啊！我要加入妖族，成为妖族天庭的一份子，拜相封侯的时机就是此时了。妖族，原来如此，天庭之主竟然是落在了他2人头上。此前我推算东王公暗合天阳之术，是为先庭之主，岂料他不看天机，桀骜不驯，不顺天数，因而挫败。而此2人乃是大日金乌，冥冥中得了天道垂青，亦是合理。天道，你指引地剑太一成为天庭之主，已经谋划好下一次亮劫了吗？不过此2人还知道保留东王公一缕残魂，给我留足了面子。俩小子还挺会做鸟的，不错不错。我现在已经领悟8成多造化法则，再进一步便是正道混元的存在。怎么无缘无故会有因果缠绕呢？1000年后于太阳星上建立妖族。兄长啊，你可真能搞事！后土妹妹，妖族已立，老师断言妖阳之间将会有亮劫，你该好好筹备一番了。女娲姐姐，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破解之法。老师，轮回之中，何时才能见到你的身影？早日正得混元，借着大道功名，老师就能听到我们的呼喊。我领悟轮回法则将近8成了。快赶上女娲姐姐了！竟然修为进这么快，这就看看我们师兄妹几人谁最快正道混元喽！那就要加油喽！我先去把兄长带回不周山，免得他在外丢人现眼。这功德要留着给小妹冲击更高的境界。兄长，这功德一丝一滴都不能要。小妹，你怎么来了？兄长，妖族西皇，好大的名头啊！是呀，不若小妹也加入妖族，名字我都替你想好了，就叫蛙皇。果然先搞定伏羲是正确的选择，这女娲马上就来助征了。看来我妖族崛起指日可可。是你们哥俩忽悠我家兄长入的妖族？我已经准圣了，马上就能斩出第2式，怎么还会怕他呢？道友哪里的话，我们是真心诚意邀请伏羲兄加入妖族，并尊为妖族西皇。对，我们是真心诚意，真心诚意。小妹，你误会了，
两位道友真是诚意邀请我加入妖族，共建大业。我也推算过天机，妖族今后必将是洪荒的超级势力。我加入妖族，成为西皇，惊喜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气氛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。小妹这模样，像极了要开导我的前兆。难道我成了西皇，小妹不惊喜吗？两位道友，你们的脚这么抖是怎么回事？之前的皇者风范哪儿去了？你们说句话呀！这些年来，小妹对兄长疏于管教，此次回不周山，我一定会让兄长明白诸多事理。小妹别打脸！道友，我突然想起太阳星还有颗蛋没孵，这就先告辞了。是啊，告辞。两位道友，你们让我兄长成了西皇，我实在感激不尽，这便送你们一程吧。不用了。你们敢拒绝我的好意？倘若日后再敢算计伏羲，3族大日金乌就变成单族大日金乌吧。记住我的身份，太玄道人门下内门弟子女娲。六儿，你确定发现了他有生命变动？千真万确。六儿，好好看着这枚蛋，让它孵化出来，可别让它跑了。到时候再烤了它。老师，你快看，这枚蛋它动了！好像是凤族。凤族不是退隐了吗？怎么有颗蛋落在太云山上？这不是孔雀吗？老师，他体内好像有凤族血脉，好像比较纯正，还烤吗？六儿，你在洪荒中见过这种生物吗？从来没有见过。那这个会不会就是天地间第一只孔雀啊？把它烤了。天地间第一只孔雀一定很有营养，说不定可以助我修炼。老师，天地间第一只孔雀，你都要拿来烧烤吗？老师，它还小。说的也是，它还小，它这么小，肉都不多一点，还不够我一口咬的。等养大了再吃。得嘞，到时候我预定一只雀腿。大哥，我以为你是同情可怜我，要把我放了呢，可现在……把它放到仙草原旁边去养吧，那灵气葱郁，我每天须都可以看到它的成长状况。是，老师。你以后就在这里好好养膘，快点长大。我太惨了，我堂堂洪荒霸主元凤之后，竟然这般凄惨，我还没有好好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呢。老师，把小孔雀放在仙草原旁，万一它偷吃了灵果怎么办？那可是异常珍惜的天才地宝呢。六儿，你以为为什么安排它在仙草原旁？它不吃点灵果，怎么快速长大呢？老师，你打的是这个主意，姜还是老的辣，老师圣明啊！这些灵根结出的果实，倘若真被小孔雀偷吃了也无妨，反正我有熏油水，可以促使灵根再结果实。但那小孔雀可是天地间独一只呢，不快点烧烤了，怪可惜的。那个道人太恐怖了，想要把我烤了吃，我一定要逃出去。只要能逃出去，凭借我浑厚的根脚，从此天高任缺飞了，登临缺生巅峰。这么多灵果，从破壳而出到现在，一天里没有吃任何东西呢，有点饿了。那道人都想把我烧烤熬汤了，我摘他几枚灵果，算是对他的惩罚。太美味了！日月星辰之力融于其中，好像是一颗小型的星辰一般。难道这是先天星辰果？那边那株灵根，难道是先天上品灵根五行果？哇，先天悟道茶、悟草，先天10大极品灵根黄钟李，差不多有上万株灵根在这里被集体种植。先天灵根不要钱的，遍地都是，随便一株放出去，都是诸多洪荒大鳄争破头的绝世珍品啊！玛卡，我要是能拥有这一片灵根仙草原，我的雀还不直接起飞，重现母亲元凤的辉煌不在话下。这山上只有那个道人和那只猴子，到底是什么存在？竟然能聚拢这么多的灵根仙草，先不管是什么人，先吃了灵果再说。这小孔雀一个晚上长了这么多肉，看来我的烧烤养成计划很快就可以成功了。悟草，是那道人，烧烤养成计划，我长肉了吗？烧烤是鲜辣还是蜜汁呢？
太可怕了，要吓死雀儿了！开局天地第一的第一只孔雀，具备绝世大能垂涎3尺，快要被烧烤了，可有破解之法？在线等，急！10万火急！心里慌的一批，现在肯定是逃不了了。那道人盯着我，口水都连成线了。老师，这孔雀一夜之间就长大这么多了呀！果然还是老师英明，料到他肯定会偷吃灵果。感情这都是你们设计好的？套路太深了。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。再过几天，等他消化完那些灵果的灵力，应该长得更结实了吧？那个时候，嘿嘿，完了！照这道人的意思，过几天我就这么的没了。不，我觉得我还可以抢救一下。我一定要改变我这多舛的命，改变我的这样吃吃喝喝喝六斗猴，闲暇生活，没有快节奏生活的压力，没有内卷纷争，也不用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试，就这么一个字，爽，爽爆了！我的羽毛这么好看，一定能让他喜欢，说不定一开心就决定不烧烤自己了呢。不错不错，乃是太云山上另一道风景。想不到这小孔雀还有这种杂耍。这么说，两位大哥改主意啦？改主意了，这次不烧烤了，改成麻辣火锅吧。这就是今晚的晚餐了。麻辣火锅好啊，我马上去打2只野兔回来。我做了这么多表情，就让你们决定不再烧烤，而是搞起了麻辣火锅。成为我的晚餐，你做好了心理准备了吗？前辈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千万别吃我好不好？这是我的涅槃之火，这是我的尾羽，应该能练成非常强大的兵器。我还能给你巡逻太岳山，可以给你抓很多野鸡回来打火锅，我还可以带几个凤族姐姐回来孝敬您老，要什么样的都有。我可以给你捶背跑茶，我什么都可以，千万别吃我给你磕头了。捶背跑茶，捶背跑茶，罢了，你就留在太云山吧。感谢老师不吃之恩，感谢老师收留我，我一定竭尽心力侍奉老师。老师，我还没有名字呢，恳请老师赐名。就叫孔轩吧。孔轩，孔轩，孔轩，以后我就叫孔轩了，感谢老师赐名。孔轩在日后的封神大劫中大放异彩，乃是那时当之无愧的圣人之下第一人，后被准提道人收服，封为西方佛门的孔雀大明王，又称佛母，如今却成了我的弟子。你先起来吧，入了我太云山，切不可胡乱下山沾染因果，卷入洪荒纷争之中，你可明白？明白明白。还有，我们算一笔账，昨晚你偷吃了72颗先天星辰果，156颗碧水桃，368颗青木杏，99颗五行果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替代六耳猕猴，栽培仙草原的灵根，采摘灵果，酿成琼浆玉液。昨晚吃的太多了，现在开始要还债了。不管是六耳猕猴，还是这小孔轩，都在亮劫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如今都聚集在我身边，而我始终不得修炼窍门。不对劲，实在不对劲，是不是我发展的方向不对？要不试试其他的修炼方式？孔轩，你变回小孔雀原形。啊，老师你不要改变主意啊！昨天说好不打火锅了的。哼，不吃你的，放心。去给我琢磨一下如何弄出颜料，我要作画。现在我先尝试一下，能不能以画入道。毕竟我很小的时候就展示过了惊人的绘画天赋，曾获得过幼儿园第一单亲手的绝世荣誉。好家伙，幼儿园第一单亲手，竟也敢尝试以画入道。先画什么呢？先画那只猴子吧，就在眼前，还可以当我的画模。六儿，你在那边摆一个你认为最帅的姿势，我给你画张画像。老师要给我画画像，好啊！最帅的姿势，那肯定是我战天斗地的姿态，魔元降临。六耳大哥，你好威风啊！嘿嘿，你只要跟着老师，也能像我这样。六耳大哥，你战天斗地到底要打谁啊？我要报咒红军老道。上次所谓的窃听讲道，我根本就没有偷听，红军讲道的内容就自动传进我的耳朵，然后红军不分青红皂白就直接出手惩戒我。等我以后强大了，还不把他暴锤一顿，然后不屑的跟他说：“谁稀罕你的讲道？”你现在的境界离红军还差得远呢。喏，画好了，你看看如何？感谢老师赐画，哇，这就是我心中的魔元战天斗地。我目前的画技已经远超了幼儿园时的水平，就是小学生水平吧。此画我运用了写意白描之法，内含战意，你细细品味，定能受益良多。太有意境了，我好像看到了封神之战的身影，这就是我日后该有的威势吗？红云深施空间法则，无疑是杨梅老道的地传，是该找个机会把他给灭了。该让谁出手呢？女娃有大气运在身，她如果愿意回心转意的话，倒是可以考虑一下。我是不是漏算了什么？
除了红云女娲这2个已经确定的变数，还有谁？娘，我现在是洪荒中唯一一尊圣人，怎么老是心惊胆战的？兄长，以后万不可再与地居太医往了，不然又会伤得这么重。我这一身的伤，还不是被你打的。知道了，小妹，我以后绝不跟地居太医来往了。兄长果然是明白事理之人，以后妖族但凡有什么事，你都不要瞎掺和，明白吗？小妹，我与妖族的因果是好是坏？死。妖族到底会遭遇怎样的劫难，连带着我都只能落得生死的下场。可是你的老师太玄道人说的，老师口断乾坤，不会有错。太玄道人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透腾洪荒大事，那得是什么样惊人的存在？难道他生来全知全解？兄长不必多想，我在老师的指引下已有破解之法，你安心养伤吧。对了，此间谈话不允许向外透露半分，否则……这般盛大的场面，当日仙庭建立时都远远不如，还是帝君与太医这2兄弟号召力强啊！洪荒大能都来了1半之多。今天道在上，圣人见之，吾乃妖皇帝俊，携弟东皇太医与洪荒妖族共建妖族天庭。今后当以洪荒苍生为念，造福洪荒，妖族天庭。令！这怎么可能？这般浩瀚的气运，真后悔没有加入妖族天庭。我现在加入还来得及吗？妖族天庭建立，盛典足足持续了7天。妖师，朕与东皇思虑良久，妖族得天道垂青，日后当兴。然而打江山易，守江山难。妖族庞大，阵中更恐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妖师可有良计下？妖皇陛下，陛下有没有想过，兴盛金乌一族以御万族？兴盛金乌一族以御万族？妖师真不愧是天庭智者啊！对啊，想当年先天3族强横，不单单是因为族长镇压一世，更是因为先天3族的浑厚实力有无数强者。看来我金乌一族也应该扩大规模了呀。陛下，老臣有一计。他还能有什么妙计？妙计？东华帝君不妨说说看。陛下，您可知先天3族的祖龙、元凤、史麒麟3位的来历？此3位皆是天地初开时地风水火4大先天元素交融而生。不过，此事与兴盛金乌一族有何关系？两位陛下，地风水火4大元素交融便可生命。现在这4大先天元素已经演化阴阳5行之气，这是不是意味着阴阳交融亦可孕育生命？什么地风水火交合，又阴阳5行之气的？对啊，朕怎么没有想到阴阳交融孕育生命，真是妙计啊！没想到这货在这方面竟有如此深刻理解与造诣啊！不枉费朕当年留下你。陛下谬赞了。东王公如何阴阳交融？雄为阳，雌为阴。两位陛下本体乃是3族金乌，是太阳之体，只要寻奈阴之体，即可阴阳交融。两位陛下，臣知太阴星上有2位神女，乃是太阴星孕育的生灵，既是太阴之体，又天姿绝色，与陛下定是绝配。不周山，倘若陛下能够迎娶2位神女，那定然能够兴盛金乌一族。太阴太阳，这等血脉，定然是洪荒万族的顶尖，金乌一族兴盛有望了。不过，怎么感觉这个开局和东王宫有点像呢？东王宫建立仙庭之后就去求亲，结果被太玄道人的门人暴锤了一顿，仙庭从此一落千丈，再也没能崛起。两位爱卿，这2位太阴神女与那太玄道人没有什么关系吧？陛下放心，据臣所知，2位神女从不踏出太阴星半步。连圣人讲道，他们都待在太阴星中，怎么会和太玄道人有关系呢？和那女魔、女娲没有关系吧？据臣所知，女娲从未踏足太阴星，应该也是没有关系的。这下只要说服2位太阴神女即可，
凭借着镇三族大日金乌充盈的阳刚之气，定然是可以迷得两位太医女神魂颠倒。日后金乌一族就鸟丁苍生了啊！两位爱卿速速为朕安排，朕即刻出发太阴星。倘若事成，将来妖族天挺君临洪荒，朕给你们记首功。是。兄长，太阴神女太医，我知道你最新修炼，一门心思扑在古道混沌中上。放心吧，两位太阴神女之事，兄长我一人即可。我不是太医，不必感谢我，兄弟之间何须言谢？可是，太医你大可放心，你有这份心就够了。为了金乌的兴盛，我不怕受累，我不怕受苦，我不怕受难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兄弟情，真挚的兄弟情，真挚的兄弟情。为了大义，兄弟牺牲自我，请问这种事情还有吗？请千万要让我来。姐姐，又想起你的老师啦？是啊，我与老师不见已经2万年有余，不知道他没有侍奉在身边的日子是否习惯。姐姐，你的老师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？化形之时，我比你先一步，悄悄跑出太阴星，这才遇见了老师。而你因为晚一步化形，加上胆怯，不敢迈出，错失了拜师的机会，可惜了。老师是洪荒中最高深莫测的存在，风华绝代，冠绝万世。姐姐，你说的我也想见他了。始终没有老师的消息，不过老师说了，只要能度过亮劫，就自然能够见到他。姐姐，你的太阳法则领悟几成了？已经7成有余，但许久不得寸进，不知是何原因。已经7成这么多了，那姐姐离正道混元不远了。我还没有领悟一丝法则呢。姐姐，你当时是怎么领悟法则的呀？很简单呀，待在老师身边，自然而然就领悟了。姐姐，你又逗我，说正经的。好啦，老师曾说，太阴神女长息天生与太阴法则亲近，领悟法则的契机就在先天灵根月桂树上。月桂树吗？月桂树全称太阴月桂树，又称太阴之灵，内蕴太阴之道。在洪荒中，内蕴大道法则的灵根岂会是凡品？所以老师才说，领悟契机就在月桂树上。到底怎样才能领悟到太阴法则呢？妖皇地용，这不就是姐姐西河说过的浪荡贼渡吗？姐姐曾说，妖皇地용将会前来太阴星忽悠她们姐妹，说是什么加入妖族，成为天平的女主人，实际上是怀有不轨之心。姐姐，帝君的浪荡贼族来了！浪荡贼子？我什么时候成了浪荡贼子？是谁毁我名声？这声音的来源是太阴神女的话，好像他们对兄长弟我的印象不太好啊。那是不是说我的机会来了？太阴星人迹罕至，应该就是其中一位太阴神女的声音了。兄长，万一两位神女拒绝了你，请务必让我试一下，直接大动哥总归不好，毕竟日后都是一家人。兄长，你一心治理天庭，兴盛金乌一族的琐事，就由弟弟代劳了吧。弟弟苦点累点没有关系。太医啊，你太小看兄长的魅力了。现在太阴神女一定是对朕有什么误会，只有解除了误会，凭借朕的魅力，足以将两位神女迷倒。你就安心等朕娶媳妇回来给你当大嫂吧。两位仙子，朕乃是帝举，并非是浪荡贼子，还请仙子出来相见，解除误会。两位妖皇请回吧，太阴星是我的地盘，我不喜外人进来。仙子，我此番前来，还是诚意请两位仙子加入妖族。果然如同老师说的那样，这个浪荡贼子对我们姐妹俩怀有不轨之心，自己姐妹俩遭受牵连，我无意加入妖族，请马上离开。兄长你不行，让我来。两位仙子，我乃是妖族东皇太一，太阳星大日金炎孕育而出的大日金乌，怀先天至宝混沌中，可镇压当世，与两位仙子乃是绝。滚！你说什么？我姐姐都叫你们滚了，没听清楚还是不要脸？两位仙子，朕本欲先礼后兵，因为毕竟以后都是一家人。如果两位仙敬酒不吃罚酒，滚！两位仙子既然不从，就别怪我使用武力了，尝尝被焚烧的滋味吧。哦，这就是太阳真火吗？姐姐，这太阳真火乃是先天10大本源之火，务必小心。妹妹，你放心好了，这是以前我给老师烧水泡茶的火苗，不知道比你那太阳真火如何？
这是什么火？怎么比太阳真火还要厉害？他刚才好像说这是他以前给老师烧水泡茶的火苗。老师？什么老师？难道兄长，我们不会这么倒霉吧？这就是姐姐领悟的太阳法则吗？随手的小火苗，竟然连三足大日金乌的太阳真火都比下去了。姐姐都这么厉害了，那姐姐的老师该有多厉害啊？放心啦，以后再见老师的时候，一定带着你一起去。姐姐真好。仙子，你所说的老师是？姐姐的老师是谁都不关你的事，我的老师岂能告知于你？兄长，是你要娶媳妇，现在该如何是好？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是跑了。这太阴星若是变得人人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岂不是没了规矩？仙子，你的老师可是太玄道人。你问我的老师干嘛？真的是太玄道人，实锤了！完了，我是不是与太玄道人命里犯冲？太玄道人，咱们不会是要走东莞公的老路吧？会不会是东莞公算计我们？这什么阴阳交合、阴雨金乌之法，就是东莞公提出的。东莞公老贼，安敢害我？扫地阿姨，永远的神，给钱到位，全都干废。不愧是仙庭最后的倔强，不愧是仙庭最后的顶梁柱。太阴神女可能也是太玄道人弟子的信息，当然是从扫地阿姨八卦来的。毕竟她的数十万弟子散布在洪荒各地，时不时会谈论起同门，太阴神女就在其中。仙子，误会啊，这都是误会啊！仙子，我以鸟格担保，这绝对是误会。呸！你担保个鸟！担保个鸟？确实是担保个鸟啊，但这话听着怎么好多层意思呢？两位妖皇，此次只是略施惩戒，若是再敢踏足太阴星，你知道是什么下场？老师，若不是遇到了你，我俩姐妹可能真的被那浪荡贼子骗了去，从此遭劫遇难。老师，你现在还在太云山上吗？东师公，你给我等着！太憋屈了。陛下，老臣救驾来迟，让两位陛下受雇了。妖皇陛下昏倒了，快送回天庭！东华帝君，你个老贼，安敢害朕陷于危难之中？东皇陛下冤枉啊！老臣为天庭担心竭力，岂敢害两位陛下陷于危难？太阴神女之事，你作何解释？老臣也早就想问陛下，太阴星上究竟发生何事，令两位陛下及妖师受如此重伤？你个老狐狸，都是你搞的鬼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现在还假装不知，反客为主，倒问起我来了。朕问你，运雨金乌的主意是不是你出的？是。太阴神女是不是你举荐的人选？是。老贼，没得狡辩了，来人，拉出去砍了！两位陛下，老臣一心求天庭昌盛，向陛下进言乃是天职，何错之有啊？在这500年里，臣又为陛下想了一条绝佳的云雨金乌之法呀！陛下即便要杀我，也要等老臣说完。绝佳的云雨金乌之法，不会又竟是这等大事？等他说完再做决策吧。东王公，起来说话，朕只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不能令朕满意，向上人不保。陛下，洪荒万族的来历，各老臣经过500年的苦思谋想，终于想出了一套不用雌性也能孕育下一代的方法，堪称是传承10里的神来一笔。继续说。老臣听闻12子乌乃是由盘古大神的精血所孕育而生，我想两位陛下的精血亦可孕育出生命。这是哪门子的妙法？你这分明是想抽干朕的精血！东皇陛下息怒，请听我继续说完。你要是说不出点东西来，我就把你当场镇杀。陛下乃是火中的皇者，在火中孕育而生，那么陛下的后代也应该是在火中诞生。当然，让精血在火中化为生命，这其中需要到样至关重要的灵根作为媒介。需要什么媒介？先天极品灵根，扶桑木。扶桑木本质是木，木性温暖，又含生命之气，同时又是良真味。正所行李箱，陛下的金乌精血既成木契合，因此定然可以孕育出小金乌，而且还可以孕育继承奠两位陛下的太阳真火，可谓是出身高贵，成就无限。这完全不像以前的东王公啊！怎么加入妖族天庭之后，感觉换了个人似的？感觉他说的有几分道理啊！刚才冤枉了东华帝君，是朕听信了谗言，还请东华帝君不要放在心上。兄长谨慎啊，万一抽干了精血都孕育不出来怎么办？东华帝君，你这个精血孕育金乌有几成把握？老臣有10成把握。若是孕育不出，又当如何？臣以项上人头担保，如若不行，人头落地。东华帝君，最多500滴精血，朕要见到小金乌。老臣一定全力以赴。臭不死你俩丫的！
一下500滴精血，消耗当真是大。金乌一族要崛起了！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东华帝君，朕以前真是误会你了，你是妖族天庭的顶梁柱啊！陛下谬赞了，这是老臣该做的。陛下何不趁热打火，多孕育几只金乌呢？确实应该多孕育几只。1万滴金血，那是我俩整整500万年的苦修啊！陛下放心，老臣定当全力以赴。东王公真乃妖族忠臣啊！妖族有你才是真的幸运啊！为妖族上刀山下火海，老臣也在所不辞。我族喜添10只小金乌，天庭理应设宴庆贺，理应如此。我这便去办。恭喜妹妹了，成功领悟到太阴法则。嘿嘿，都是姐姐教导有方。我现在能不能拜入姐姐老师的门下呀？你要拜入老师的门下呀，这得到老师点头才行啊。怎么才能见到姐姐的老师啊？女娲姐姐曾说，正道混元时呼唤老师的真名，老师就会听到，那时说不定就可以见到老师了。正道混元呀，姐姐你已经领悟7成多的太阳法则了，还差1成多就可以正道混元了。不在老师身边，领悟太阳法则的进度越发艰难。我已经数千年没有寸进了，不知道何时正道。放心啦，以姐姐的天资，一定能够正道混元的，只是等一个契机罢了。到底什么才是我的契机呢？姐姐，我知道你的契机是什么了。什么契机？姐姐的老师说，我领悟太阴法则的契机就在月桂树上。那么姐姐的契机就是扶桑木。扶桑木，先天10大灵根，为太阳之灵，蕴含着浓郁的太阳法则。若是领悟太阳法则时，有扶桑木在旁，定然是事半功倍。只是这扶桑木只能扎根在太阳星，移植别处恐怕会枯萎。那太阳星又是帝俊和太一的所在。姐姐，你忘了上次帝俊太一2个登徒干子还想对我们用强，要不是姐姐实力强横，我们就遭了他们毒手了。说的也是，他们不仁在先，休怪我们不义。我便征用太阳星和扶桑木，正道混元之后再还给他们，这才是我的好姐姐。你们见到10位殿下了吗？出生就是太乙金仙，不愧是2位妖皇，血脉强大，堪称无敌啊！有了10位殿下，假以时日，我妖族定然要大兴啊！是啊，是啊，金乌一族的昌盛，可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。妖皇爹爹、东皇爹爹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勤奋修炼这气息好像似曾相识啊！陛下，大喜事啊，天大的喜事啊！太阴星上的2位神女亲自前来拜访2位陛下。太阴星的那2位，尔等前来，所谓何事？那就是太阴神女吗？好漂亮啊！难怪2位爹爹都想占有她们。陛下，10位殿下要冲出来，老臣拦不住啊！逆子，还不快速速回去！妖皇爹爹，我们懂的。你还说强大了之后再强行把他们掳回来当小妾？还以为金乌的昌盛就寄托在你们手上，没想到金乌一族马上就要毁在你们的嘴里了。逆子，真的坑爹啊！东王公，定是你干的好事。老臣冤枉啊！上次略施惩戒，以为你们会记在心中，岂料你们仍是这样的浪荡贼子。本来想与你客气的谈谈借用扶桑木与太阳星的问题，但是现在立刻给我乖乖滚出太阳星！西河，你不要欺鸟太甚，滚出太阳星！还想占据我的扶香木，我妖族天庭的脸面放哪儿搁？圣人钦定洪荒群县之首在此，岂会容许2位神女在此放肆，扰乱我天庭秩序？来战啊！我妖族能人辈出，何惧你2个弱女子？姐姐，我看也别跟他们废话了，他们敢背地里这么冤排我们，还想将我们掳走当小妾，其心可诛。
尔等滚出太阳星！众将士们，敌人已经打到家门前了，拿起武器，守卫我们的太阳星！杀！白虎将军，快带10个逆子走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。搞定！我特么太难了。姐姐，剩余的妖族都被我溜出去了。那便走吧。妖族发生了什么大事？怎么都被从上面上掉了下来了？妖皇战力无双，一定能渡过难关的。雾草，那好像就是帝剧和太医，还有10只金乌。雾草妖皇一家被掀翻了呀！哼哼。姐姐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这就是你的契机。就你最机灵了。老师，我们很快就能再见面了吧？道祖，不好了！何事如此慌张？帝君与太医2位师兄被轰出太阳星了，无数妖族落入了巫族的腹中。天道，你选中的天之主都是些什么阿三阿四？身负至尊名格的大日金乌，面对2位神女竟毫无招架之力，该不会是冒牌货吧？还让我谋划亮劫，这还谋划什么？帝爵太医都被人揍翻了。难不成太阳星上真正的皇者不是帝剧太医，而是西河？只是这神女西河终日待在太阴星上，怎么会有如此浓郁的太阳之气呢？奇怪，就很奇怪。想当年，在太阳星上建立妖族天庭是何等的威势，光是太乙金级别的妖兵就已有数百万之多，金仙级别更是有1000万之巨，还有诸多大罗金仙。可现在，白虎将军，可有联系到其他余部？回东皇陛下，腾蛇、避风、金朝3位将军那里聚集了几10万兵将，其余不知。怎么这么少？连魁牛将军都落入了那子乌的腹中，光是会是天意吧？魁牛将军可是大罗金仙中期的修为，乃是妖族肱骨啊！没有射在西河烈火中，竟然被子乌分而食之，岂能不怒？巫族这一群蛮淫之辈，竟然敢欺我妖族！趁机落井下石，日后重建妖族天庭时，此仇必报。东皇爹爹，为什么要等到重建妖族天庭日再报仇？现在不行吗？是啊，为什么现在不去报仇？是东皇爹爹太弱鸡了吗？我们现在就去报仇！就是你们这些逆子惹的祸！他妈非得打死你们这些逆子！你们到底是不是老君的亲儿子？竟敢如此坑爹！太医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老爹，我一定乖乖听话。2位老爹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老爹，我一定乖乖听话。兄长，太阳星已经被西河占领了，我们想回去重新聚拢妖族是不可能了，需要另寻一个福地，重建天庭。当务之急不是重建天庭，不重建天庭，难道就此解散吗？太医，你先听我说，我们从化形出到现在所遇到的不顺之事，不是女娲就是西河。但是这个跟重建天庭有关系吗？有关系，有大大的关系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他们之所以这么肆无忌惮的欺负我们，是因为他们身后站着一位高人，而我们却没有一个靠山。好像是这个道理。他们若不是得那什么太玄道人眷顾，凭借我们的根奖与天资，又怎么会逊色于他们呢？所以我们当务之急是要寻找一位靠山，再重建天庭。你是说，咱们要拜在道祖门下，请道祖护持我们？正是如此。如果得到道祖的护持，即便是那什么太玄道人亲至，他也得给我们几分面子。对，道祖无所不能，乃是当今洪荒第一人，我们又可以重回鸟声巅峰了。哈哈哈！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去混沌紫霄宫求见道祖，我们翻盘的机会来了。道祖在上，弟子妖族帝俊太医求见。兄长，你说道祖是不是不想见我们？不会的，道祖一定是在考验我们的虔诚。道祖，门外妖族的妖皇帝俊与东皇太医求见。知道了，让他们进来吧。2位妖皇，道祖有请。弟子妖族帝俊见过道祖。
弟子妖族太一见过道祖。你们所来，所为何事？禀道祖，弟子承袭您的恩泽，心想着替您分忧，于是力妖族见天庭。可怎料那神女不分青红皂白，强行将太阳星夺了去。道祖掌控洪荒，我等忠于道祖，立誓要为道祖分忧。一代皇者当雄图伟略，指点江山，可这俩妖皇一点都不沾边，这脸皮恐怕能够和西方二世一较高下了。集合占据太阳星一事，乃是你们之间的因果，我不便插手。道祖若是不为我兄弟俩做主，洪荒也再无我们的容身之地了。上来就哭，这都是跟谁学的？得了，收起那虚假的泪水，别恶心我了。你们的来意我已清楚，你们且在33重天上重建天庭吧。拜谢道祖。另外，你们半生至宝各含有一道杀阵，你们好生领悟，可作为护卫天庭的大阵。恳请道祖指点。混沌中内可参详诸天星辰运转规律，悟得周天星斗大阵。河图洛书中可仿照洪荒山河川脉举世，布下混元河洛大阵。若能领悟，可保妖族昌盛。多谢道祖指点。好了，你们退下吧。是，道祖。待我们重建天庭，领悟2大绝世阵法，女娲溪和还有巫族，你们就等着我君临洪荒吧。有了道祖为我们撑腰，必将能够重铸我妖族的荣光。太玄道人来了也没用。封山大阵屏蔽天机，隔绝因果，丝毫不用担心被卷入洪荒纷争。仙果仙酿管够，还能栽花种草，写字作画，遛猴斗雀，时不时打个野兽回来弄个麻辣火锅，岂不美哉？六耳大哥，你修行精进如此迅速，可是领悟了强大的修行法则，其实也没什么，不过是我师尊给我开的小灶。如若不是老师的这幅画，我怎么能在大罗金仙后期的境界就领悟到一丝丝的战字法则？自从得了这幅画，终日闲暇无事就拿出来看看，数千年时间，终于领悟了一丝节字法则。可千万别小看这一丝丝，这可是意味着我已经走上了正道混元的道路。我何时才能像六耳大哥一样？这还不简单，好好跟着老师，以后横行天地间，那是分分钟的事情。到时候你还可以带你族中的姐妹们到处游玩呢。呀，我明白了，老师，您今晚想吃什么火锅？要不要我去凤族请几位小姐姐前来侍奉老师？孔宣，凤族的小姐姐就不必了，有事说事。还是瞒不过老师的法眼。孔宣自知资质愚钝，想请老师指点一下修行。孔宣，大道3000，你要寻到合适自己的路。老师怎么知道合适自己的路呢？自我审视，问道于心。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你要到哪里去？这就是自我审视，问道于心。如洪荒万物变化万千，满天星辰斗转星移，你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路，方能不被绚烂的道法所迷惑。此中有诸多奥妙，你好生领悟。这一套理论，红军来了也要被忽悠进去。多谢老师教诲。记得去打理好仙草原，今晚吃牛肉火锅吧。是，我这就去打理仙草原，然后捕大头牛回来。我是孔宣，乃是元凤本源之力与后天五行之气交合演化而成。我操，我明白了，五行之道。老师，我找合适自己的路了。我本元凤本源与后天五行之气集合演化，天生与五行之气有一定事半功倍。仙草原就有一株天天上品灵根五行果，这就是老师要我打理仙草原的原因。老师真是神人啊！小老弟，现在明白了吧？所有的一切看似是老师随意所为，实则大有玄妙。得遇老师，当真是我此生最大的福缘。有时候我都怀疑老师让众多师兄师姐下山历练，是在下一盘大棋。这棋有多大？极为宏大。下什么大棋？我只想快点和那些弟子们见面。